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回到 M2C 链商第3集。前2集我们讲了为什么需要 M2C， 消费为什么本质上能资产化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核心， M2C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它的底层机制是什么？为什么能够做到消费变资本？这一集的内容非常重要。如果说前2集是理念，那这一集就是骨架。真正让 M2C 成为一套可落地模式的，就是这章所讲的3大机制。M2C 的核心机制分成3大部分：生产端机制，制造商与供应链的利益重构；消费端机制，用户的资产化行为转变；商家端机制，链商系统的接入方式与激励模型。接下来我会逐一拆解，让你真正理解 M2C 为什么能运作，为什么能持续，为什么它不是平台返利的翻版。传统商业里，一个产品从工厂到消费者，中间要经过很多层：总代理、省代理、市代理、经销商、批发商、零售店、平台抽成、推广成本。每一层都要赚钱，而这些钱最后都来自哪里？来自消费者的口袋。你花100元买一盒面膜，也许工厂只赚10元，其他全部被中间层吃掉。M2C 做了什么？ M2C 用一个非常简单但革命性的方式改写了这个结构，把原本要给中间层的利润拆出来，不给平台，不给代理，而是用来激励消费者。也就是说，商家不需要把钱交给平台，也不需要支付昂贵的广告费，更不需要在流量战里被迫竞价，而是用一部分利润直接返还给消费者、用户节点、推广者节点。这是第一次，价值创造者不是平台，而是消费者；价值捕获者也不再是平台，而是消费者。为什么制造商愿意加入 M2C？ 原因非常简单：一、成本更低，原本要给平台20%到35%的抽成，现在只需要把其中一部分用作激励。2、流量更精准，因为每个消费者都是节点，不是平台把流量分配给商家，而是被用户主动推动。3、能直接拥有用户，平台不给你用户资料，但 M2C 商家可以直接获得自己的资产用户群。4、消费者愿意回购，因为消费不是单纯花费，而有资产奖励，用户的回购率自然比传统高。这4点你随便拿一点出来，都足以让一个品牌愿意加入 M2C。 这里是 M2C 最令人惊讶的地方，消费者不需要做任何额外事情，只要正常消费就能获得代币化资产。传统消费，你花100元零回报 M2C 模式，你花100元拿到商品加奖励代币，而这个奖励代币，例如 AEC， 具有3个重要特点：一、可循环，代币能跨商家使用，例如你在 A 商家消费得到代币，可以跑去 B、C、D 商家抵扣或消费，在 M2C 生态中，消费不再是单纯事件，而是能跨商家的价值行为。2、可增值，代币能参与整个生态的成长，这里非常重要。AC 不是点数，不是积分，不是优惠券， AC 是一个有总量设计、有激励逻辑、有流通场景、有市场需求、有生态支撑的代币化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在正常生活中第一次可以累积资产。3、可裂变，用户能因影响他人而获得价值回馈。如果你介绍朋友去店家消费，你也会获得代币，但这不是传销式的人头奖金。M2C 的激励原则只有一个：行为创造价值，价值回到行为者，不是靠拉人，而是朋友真的消费，商家真的成交，生态真的扩张，你才会拿到奖励。这叫价值裂变，不是人头裂变。商家端是 M2C 的落地核心。传统平台模式下，商家要付上架费、抽成、广告费、流量费，被规则绑架，被评价系统支配，
被迫参加补贴活动。但在 M2C 里，商家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把原本要给平台的那部分利润直接回到消费者手里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商家端激励模型包含3个部分：一、消费激励给消费者，用户消费一次，系统自动分发 AC， 激励比例由商家设定，但在合约范围内。商家看重什么？真实消费、真实留存、真实扩散、真实回购，这些在 M2C 里都变得容易。二、推荐激励介绍者，如果一位用户介绍朋友来店家消费，介绍者会获得一定比例的 AC， 但这里很重要， M2C 不允许投入式返利，不允许金字塔，不允许多层抽佣，它的本质只有一个，让价值带来价值。介绍消费是行为创造价值，所以可以获得奖励。三、商家节点激励给拓展商家的人，如果你介绍一家新商家加入 M2C 生态，你会拿到该商家所有日后成交的微小比例奖励，但这不是利益分层，而是一次性建立，长期合理，基于贡献，不会无限扩张。也就是说，商家生态的扩张有激励，但不会变成负担。为什么 M2C 的机制能形成正循环？因为3个角色的利益方向一致，用户的利益回购加累积代币，商家的利益销售加低成本获客，制造商的利益直连用户加降低渠道成本。3者利益一致后会发生什么？价值开始互相推动，而不是互相对立。这就是 M2C 能长期成长的原因。今天你理解了 M2C 的3大核心机制：一、生产端利润重分配，把中间层成本拆出来变成用户激励，让商家与用户都受益；二、消费端行为资产化，消费得到代币，代币能跨商家使用，能随生态增值；三、商家端激励替代平台抽成，不再给平台，而是给真正带来价值的消费者。透过这3大机制，消费不再是支出，变成了一种可累积的资产行为，而 M2C 正是这套结构的系统化落地。第4集我们将会正式讲技术篇，区块链、智能合约与代币设计，如何保证 M2C 是透明、可验证、可持续的。你会看到为什么 M2C 必须建立在链上，激励分配如何自动化与不可篡改，代币从哪里来，总量如何设计，如何避免不良代币模型导致崩盘。第4集是理解 M2C 可持续性的关键，一定要记得收看。